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表达心意？好，谁将要跟你诉说你在他心境的样子？哦，这可能是两个题目的混合，当然主要还是可能有个人会类似。很接近类似告白的一个方式，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在意。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一个人在你附近的这个趋势、这个能量，把它找出来，好，马上把它找出来。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1号牌，好，来，那我们一样哈，最近都用这个方式来看哈。我们先从3张动物灵的卡片哈，来去从他的性格上啊，哈，他的5个性格的方向。来去展开，可能我们会找到的线索哈，就看他人事时地物要给我们哪些。好，我们从这5张来翻哈。这5张牌最近不知道为何哈，我觉得他们的，如果以密契主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能量讯息能量很强哈，不知道摸起来手感非常好，翻起来我觉得很容易得到很不错的讯息。指引哦，对我来说指引的清晰哦。来，之前我对这组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啦，哈，所以它有一阵子被我冷藏起来哈。最近拿出来翻，觉得讯息都还蛮好的，希望对最近的寻找讯息的方式有很好的路径。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这边从这张牌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不同于这个里面的哈。我看到它这里连接了一个类似20、21的那个方向的，快接近世界牌那个方向的一个状况哈。它有一个上升下来，有的东西在转换一个边界，两个世界有一个边界的连通这样子哈。那它一个上升下降的一个能量的概念了哈，这个很难形容，只是我现在要把感觉说出来，让我自己整理一下哈。所以如果我要把它换成更生活的形容方式，就是你们2个世界，哦，2个区域了哈，2个空间，你的工作范围或是你的生活范围，你们俩现在已经靠近哈。那以指引的概念来说，就是我会觉得你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时间轴、时间表、生活的一个比较接近了，不知道是谁接近谁，看谁有改变啦。就是说，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他的生活，譬如说你啦，你生活的固定就是8点出门，然后上班，然后到5、6点下班，这样6、7点下班，然后后面再去做运动或做别的事情，这样。如果这是你的时间轴，他的最近也在这个节奏里面做了改变，所以他在这张牌来说，看到了某种你们会比较同时出现在某一个时间里面的讯息是有出现了，然后以他内在能量跟性格各方面的角度来说，他最近的灵感开窍啊，找到人生的方向啊，那个直觉都比较好。所以在他那边，他近期，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他有转换工作啊或搬家这种，有一个改变的意味在里面，所以我会这样说。可是这个改变是因为他发掘了某种生活上的一个怎么讲出口、运气、契机。幸运点各方面不知道，他的直觉最近还蛮强的，找到了某些路径。或是有些灵感哈，创作有些灵感，生活方向有些灵感，换工作有些灵感，各方面的哈，他最近这方面的能量蛮好的，所以他跟你这里找路的不知道他好像看到了你这一区，不是看到你看到你这一区有一些蛮适合他的路径，所以他往这里走过来了哈，行走过来，移动过来，他的很多选择都是往你这边移动过来的。完全符合这我刚前面讲的东西哈，只是这3张牌多了一张这个哈，
看来他附近真的有一些很好的事情发生哦，然后影响他了最近的某些观点，很多的观点，然后想法决定。我觉得他现在是在一个蛮好的状况里哦，他不一定是他真的决定了什么，得到了很好的结果，觉得自己状况没有，他整个是内在他觉得非常感受非常好。然后有一点点毫无畏惧，做一些决定或什么，他都觉得可以啦，可以先做下去，走下去再说。那数字说有不错的能量正在往核心聚集，或是有2股能量、3股能量正在往某一个点去聚集。这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暗示你们的相遇，两边的能量有在集合起来。我不知道，反正他这边有在暗示说有好的能量正在正在说哈。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无论如何走到这一个，我都觉得有贵人、有好事情在推进往好的方向。所以回来这里，我会觉得他各方面内在有一些直觉开窍，感觉都不错。我觉得是因为他外力旁边真的有很多事情、好事情发生，可能旁边亲朋好友有人有结婚、有恋爱、有喜事，各种。不一定是爱情的，真就有喜事。然后他附近有很多的好事发生，他感受到了那一个非常不错的氛围，然后对希望跟未来感是充满乐观性的，所以他内在那一个乐观进取的能量可能也被激发起来、跳起来，然后所以他现在这个整个状况都很好。那因为这个状况不错，我发现他比较能够感受到远方他想去的方向。所以这里就有可能促成你跟他好的能量的连接，而他感受到了，所以他很多的决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某种好感、舒适感而决定的时候，就慢慢往你这边靠近了。这是这里所看到的那个两个空间的边际摩擦的一个状况哈。那可是要有一点注意，这张它就对我来说时间拖了一下。因为他这边才感觉上他才刚起点而已，时间拖了一下。本来要去找寻什么，本来很顺的要去找寻什么的路径，现在感觉这一份山路更加的绵延啦，没有他以为的快速。虽然找到了那个路径，可是没有他以为的快速，还要再花更多时间，会找到他以为他要找到的那个东西、那个理想、那个价值观、那个人、那个未来。路径是对了，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比他想象中的再长一点。也就是说，也许你们两个人的世界已经很靠近了，或是现在其实是已经认识了，都有可能哈。可是，在心灵魂上的路径，你们两个要达到非常契合，要能够聊到非常深的心底，然后了解彼此到的话，这边还有一个路径还得比较远哈。那从这里我会发现，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个世界边缘对象，它可能不是空间的。它也有可能是你们已经认识了，可是你们的关系还在处在两个世界还没有靠近这样。好，我在感受这张牌去解释的时候，其实之前我是没有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已经认识了，可是到这个位置，我发现它那个距离感、空间感好像是处在一种不物理的、不现实的，是在一个比较能量的蔓延路径长短，比较像是那一个路径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题好像不是在讲一个空间距离这么远，然后到这里就开始有一点，这里就直接提问好了，问一下，我看一下他。两个，这两个牌其实都说你们很近，可是这里却还是暗示说有一些东西有阻碍，算近有东西在阻碍。然后我目前姑且认为你们可能是认识，
然后但是不熟悉。然后，如果他要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心意，可能好像是比较未来，在后面一点。从目前的牌面看起来，以现在来说，你们两个还算不熟悉，所以他对你的认识跟心意这个东西在心底是还没有出现的。他还在这一个要爬山的山底的路口处，这样登山口处。那好像门还没开，那个登山的门还没开，因为这边说有一些阻碍通道前进的东西还在清理中，所以，等一下哈，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抓的时间抓的早了一点？我觉得他，好，我问他说是不是其实已经认识，他这边是毫无悬念的说，是啊，是认识了，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那好，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你们是认识的，只是你们的熟悉度跟那个都还没有开始到很近，还没有到非常近哈。难怪这里隐士牌是倒着的，是。不过附近的能量都还是蛮强的哈，还没有，是不是卡在了一个？好像卡在了一个下一次的见面，卡在什么那个中间。然后我还没讲这张哈，我现在来讲这张说，即便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可是会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外力会进来介入这份关系的推进啦。可能现在是在等一个贵人，另外一个人把你们拉近认识，或是制造一个新的活动，见面吃饭，大家一起去哪里这样。露营、野餐、去海边，各种。然后因为不是不认识，是认识，可是不熟，然后又被拉在一起，好，会有这一个很强的拉力。这边说会有很强的拉力，会造成后面的更多的发展。这样好，所以这一题1号牌会更像是他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他要出现了，他要出现。好，我们这个先看到这里，其他还有10个牌。那回到这里，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讲这张？因为我觉得这张牌给的一个讯号好像无关这里，所以我等到这些都找到，我再讲这张。我觉得这张牌讲的东西是另外一个世界。好，那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好，可以了，就可以回来了。这4张牌是完整的，就只洞察这个人的内在。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他很能够去开发很多的新的 idea、新的计划、新的创意。基本上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他可能会有很多的笑话。他很爱聊天，他很爱讲一些新奇的事情，他对整个世界上新的资讯什么，他都很好奇。他在你们附近，他是比较偏向于比较幼稚的，可是他不是真的幼稚，他是一个喜欢保持着比较像孩子一样的状态，跟所有人相处的一个人。可是他在这个状况之中，他其实是个敏感的，他会随时随地都在反省自己表现的好不好，做的好不好。可是他这一份细心跟感觉，他会很明确的去在乎每个人的感觉，他会敏感的感受到，所以他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他会先大概在脑海里有可能会演练或彩排跟你的对话之后，他才认真的对话。他没有那么自然，但是他很想要表现保持得很自然。他其实是一个很高度敏感的人，然后再加上他对人对附近各种状况，他其实很有耐心的，所以他不太觉得别人有攻击性，不太会觉得有挫折感，因为他主要是他自己内心的那一个耐心、耐力跟对于，反正他内心有一个很强的力量，是柔软的、温暖的，所以他不是一个硬碰硬的力量，他内在，所以他的内心各方面是舒服、温暖的。你可以把他当成是很暖和的一个人，好，这个是他个性的方向，可是跟你们接下来要见面这里好像是也断联，我觉得这里是完全断，没有讯息跑出来，我必须要找一下好，如果以事件来说，这边是没有说，这边只有先告诉你他的个性是这样子，先让你判断一下他是你附近已经认识的人哈。可是我觉得你的角度，今天在这题，我觉得你没有那么
我没有觉得你内心的空间有这么在意跟在乎这个人呢。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本来之前能量跟你们认识，其实没有很接近。我甚至觉得你没有记起来他，然后回来这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说这一个登山口都还没有开，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这两个人的关系跟感受，其实中间还没有一个联动。这边所以才说它会有一个强烈有力的介入的去搭桥的一个能量会出现啦，表示一开始说这是两个世界的边缘在碰撞摩擦火花，才刚开始而已。而且这里讲的不是只有你这个角度，其实还有他的角度，他其实也好像对你现在也没什么感觉印象。你们之前认识知道，可是好像没有交集起来，因为他这个两组世界的遥望距离连结，好像是最近才要开始，最近才要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里讲的这一个额外的介入的能量，才是你们故事开始的一个怎么讲？起点嘛，就像写一个小说的要有一个开场，说这是在哪里发生的事，几年，在什么城市，在什么午后，这样整个两个人相遇故事的一个世界的架构，好像要从另外一个人来把你们两个搭桥之后才建立起来，这故事才开始这样。所以以我现在在看先撇开他的个性，以时间点来说，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其实还没有开始。那如果我没有去问这里，我其实是觉得你们是不认识的，表示这能量重叠连接造成的频率很淡。那我问了，他说是认识的啦，那就表示真的没有很熟悉，这次才会真的比较熟悉，才会真的比较有对话。讲接下来的下次的遇见或什么那你把他的性格这方面先记起来，因为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会绽放出差不多类似像这样的条件出现在你面前，你大概会比较知道说，原来在讲的是他这样。好，那我翻一下时间这组我觉得不好讲，因为你们中间是断的，该怎么说？因为认识的，可是中间就是空的。如果是完全不认识的，这个空的就很合理，我就可以找到他前进的方向。这样，那现在比较像是说，已经认识了，就没有那前进的方向了，而是已经认识之后，在下一步要往上走，要什么的时候，他这边说是一个山路绵延、漫长的路径，才会慢慢的到达山顶。要探索一阵子，你们两个才会内在的交心跟熟悉度才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这样，所以还蛮偏离今天的主题还蛮偏离今天的主题，因为它变成是它变比较后面，跟比较熟悉之后，它确实会比较清晰的跟你表达他的内在的心境所以这一题几乎偏离了今天的主题我们大致上只找到了一个将要跟你蛮熟悉、蛮要好的，可能到后来会跟你倾诉对你的好感跟喜欢，或者是告白的人，在很前端，他将要靠近，已经不是他要出现，他已经出现了，他比较是他现在将要靠近。来，我们来翻3个大概的时间点，接下来1年你们的相处的能量比较高峰的3个时间点，给你做参考啦我来大概看一下他给的时间哪个时间点的能量高峰比较强。只有2个时间点春天是他吗？春天刚开始跟夏天刚开始，就这2个时间点。那夏天刚开始这个时间点给的暗示是说，只会再更靠近，可是我觉得整个关系的发展好像也没有那么起来。他还是处在一种你们2个人都混在2个人群里面的嘈杂里面，只是正靠近而已。这样，你们的连结各方面，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发生的时候也没有很深，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回到这里他这边这2张牌一直在暗示，他们讲的话不一样，但是暗示差不多的东西，就是好像你们无法自己往前，无法
让你们两个的关系自己往前推得更靠近，好像都要靠其他。这里说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障碍有在自己的清楚中，这里说你们这份关系需要另外一个力量推，所以表示你们两个其实应该不会主动跟彼此聊天，或是主动去创造两个人的互动对话，而都要靠其他的外力借力拉过来聊天，然后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的时候，变得很靠近的时候，才要开始一些互动。这样，基本上我会觉得这组牌你们两个其实不太看得到彼此哦。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就是也不是不喜欢，而是没有感觉出现，好，没有感觉出现。但是如果要跳到下一个春天开始的话，如果要一直期待到下一个春天开始的话，这里却说那个时候确实是有一个新的篇章拼的故事线会从那里再展开。所以姑且我会觉得可能啦，可能从这个夏天开始，你们虽然很靠近，也有很多次的再见面什么，可是感觉就是一直没有往上去。可能要到春天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大改变。难道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些外力借力进来吗？可能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外力不会那么晚来，应该它会在之前就来，可能到夏天就来。可是帮助不大，只有让你们再靠近哦。那这是1号牌大致上的一个结构啦，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其他的故事线的支线的发展，我这边就完全没翻到。好，没关系，我们就这一题1号牌的讯息就到这里就好了哈。大概这题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可以毫无疑问，他已经是在你认识的人群里，只是他没有留下很强大的在意跟印象，可能要到这一次的夏天看看哦。它会比较浮现出来，但是很可惜，不是说很可惜，很辛苦的是，就算浮现出来，后面还有一段路才会慢慢的走到，你们会比较在意彼此，哦，可能要再走一阵子才会比较到，哦，当然这个路径要走大概还有4-5个月，要走到比较在意的还有4-5个月，但4-5个月当然还有很多变化了，只是目前这里没有显现出这个讯息，好，那我们只能再看从其他的影片再看看会不会出现，好，如果它有一些类似的。记得他的内在本质的讯息，这个是让我们探查到他的一个讯息哈。他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很有耐心的人哈。然后他的表现各方面，他是很童真的哈，很孩子气的哦。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不会感觉到，不会表现的比较自卑哦。他其实还蛮有自信的、很活泼的、很好动、很活泼的哈。很多乐趣的，很好玩的，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哈。可是他又会适时的、很细心的去关心每个人的感觉，哈，他有这样子的特质。如果他浮现出来的时候，你应该会发觉到这个特质，哈。那你再注意一下。好，那1号牌就这样哈，我们再乐观的期待吧，哈。那谢谢来听到，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号牌的朋友哈，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表达心意哈，我们来把这个接下来可能会给你表达心意的人找出来哦。那我们一样哈，最近我们先从这5张动物灵牌翻出5张来看一下。先来看看这个人的，我们所能感受到他的能量结构，再从能量结构去发散出该有的讯息支线哈，就不去对特定的点来看。我们来看这5个讯息的发展去哪里了哈。来，我从这里先找到，这个好，我看一下哦，哪一个能量讯息比较好一点？我们从那里去。从这里好像可以看一下哈，因为这边有一个该领取了什么的概念要出现了哈。有一些在你们之间发芽的东西，好像已经可以有果实可以摘下，或是它自己要自然掉落的一个时间点，差不多快出现了哦。这先等一下，我先看这里，可能我需要敏感的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在暗示说
你们的距离是近的了哈，应该有一些特别的，我看一下，是你们距离近的吗？有一些东西，诶，两个路径哈。我用一个比较最浅的、直观的路径说，工作上你可能会遇到贵人，那这个贵人可能不是这一个你要遇到的这一个人，而是他的附近会把他带来，他会带来一个新的风能量，然后这个风能量会把这个你要跟他遇见、跟你表达心意的这个人，把他送过来、运过来。所以这个第一个讯息是，可能你们都还没有遇见哈，所以离表达心意可能还有点远。哇，今天的怎么讯息都是这么前面的，这是第一个路径。那第二个路径更特别哈，它比较像是你已经认识蛮久的人了，他可能是你以前的同事，他可能是以前的同学，最近应该你们会有一个奇妙的遇见。跟直接的连接没有，我觉得它是一个奇妙的事件，或者是偶然的遇见，然后再重新认识起来。那它会带来一个新的朋友圈、人际关系圈里面，那一个将要跟你产生比较好的感情的连接，那个人会在那一个里面。好，来，我用数字来看两个哈，这是1，这是2，好，等一下啊，两个完全相反。我觉得这两个讯息都有可能，可是我2选1选强弱的话，我会选后者那一个。你以前认识的人，你以前认识的熟悉的朋友、工作同事的人，最近可能又会再回来，会再出现，然后会带领你去认识一个新的人际关系朋友圈。所以，如果你最近有2号牌的朋友认识一个以前认识很久的，最近又开始熟回来的朋友，多跟他出去，因为他这一段跟你没遇见的空档期，他认识人际朋友关系圈，最近可能跟你会有一些交流，我觉得他会在那里。好，两组能量来说，是第二个真的比较强，第一个我就把它排除掉，因为第一个他要达成我刚说的那个状况里面，他其实有一些交换，有一些能量的交换，我觉得他不顺哈，所以我把它排除掉，比较像是在第二个。那它也比较符合我们这张牌讲的，就是之前有一些培养在等着成长发芽的东西，它最近发芽了，时间到了，时间熟成了，蛮符合第二个状况的哈。只是要小心的一点，不是说小心啦哈，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不顺，它没那么顺，是在这张牌里面。本来有一个很清晰的模样，有一个很清晰的讯息，就是说它出现。他在这个状况里面，你去参加活动或是朋友跟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会出现。他本来应该要呈现一个很清晰的模样，出现在你面前，很容易就发现。可是发现你们中间有一些小隔阂，那个隔阂比较像是说，有可能是时间，有可能是人际关系，把你们两个挡住了。那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只觉得中间有个东西有挡住，让你们没有那么容易的就。如果要以一个状况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家里的生日哈。我先模拟一个状况，家里的生日或什么，那你也去了，他也去了，你们两个本来一看到彼此就感觉还不错，要聊天什么的。可是他被朋友拉去了，后来在那里，他突然有事情离开了，哦。然后或是整个待在那边3小时、4小时，他都一直在跟他的朋友聊天，因为他的朋友在找他聊天，或是他们被叫他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变成你们两个的对话时间密度、空间都变得很小，就可惜了。好，有这个小状况有在这里，所以你们初次遇到的那个状况，我觉得他。这里给的讯息是希望你要期待少一点，因为好像这里只是说会看到了你要去领取的，
你要去收获，你要去摘那个果实而已。可是现在好像也不是摘下或者去捡它的时间哦。好，这里说的是这个，然后回到这5章动物灵感讲它的内在的话，它是一个，其实在某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跟你内心很有，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形容词啦，但是这里要用这个形容词比较简单精准，就是他对你来说是很有心灵鸡汤的一个人，他讲的很多话对你的人生各方面都很有启发性，他在你的世界里算很有智慧的。为什么要说在你的世界里？不是说他是个很有智慧，因为他这里有一种配对关系，就是他的智慧适合你，他的智慧也是你所需要的，所以我才说他的智慧我会这样形容。来，我看一下这里。哦，先说这里这里说，你们的故事似乎有安排好，它有一章一章往下翻，所以不要太拘泥，不要太追求，不要太勉强，让它自然而然的发展到你们关系变好就好了，这样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我刚讲的有很类似，已经发生或是未来发生都 OK， 你感受到的时候，记得这里说要当做你是某个已经写好的剧本小说的主角，你已经知道它怎么发展，就照着它怎么演就好了。感受到当下的顺序，就照它演就好了。如果有东西是离去，有东西是你有机会去拉回来去追什么，这就不要，就顺着走就好了，照着整个故事编排走就好了。要轻松自在的在这份关系里面发展，它会走到可以摘下果实的那一刻因为他这里做这个提示，就是因为怕你以为现在是可以摘下果实的时候，其实是错的，所以这样再顺一点。然后你们这份关系应该会有女性的贵人进入做搭桥，会把你们拉在一起，所以不用太担心。所以至少我觉得是有2种设定好的能量，有在安排你们2个慢慢发展到比较好的关系去。好，这里我就先看到这里，我来往其他地方。当我说有安排好往其他地方去的时候，这章也有这样子说，这里也有这样子说，然后说不要急，不要急，你们的关系现在正在同一台车上往对的地方走。那往那里去不需要你们的努力，你们就好好的坐在那台车上，真正要努力的是那个司机，他要把你们载去，这样，所以他是有一个外力把你们运输到那里去的。然后你们内在的直觉，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独立的状态，不会特别有联系，可是会并驾齐驱，会平行，会就像我刚说的，在同一台车上，你们在那一台车上不一定要很强的交集，可是你们在差不多的路径往下走了所以这边才说不要紧，放心往下走就好了。这里说其实有某些在显化吗？某些东西在显化出你们内心所渴望的东西，这一章这里不太明朗，可是它的力量很强。他在说，当你们遇见开始之后，你们内心的某种渴望或是某种欲求之前对于爱情或什么未来的相处价值观的东西，它有在自然而然的显化。因为这里却有说，你们四方的能量好像都处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精神面的风水火土能量都在比较完整的位置，只差具体的去显化成一个东西这样。可是这张牌放在后面，再回顾前面，就觉得已经在显化的路上了。所以当你们遇见的时候，所以你们心里对爱情的渴望，如果是这一条路径的话，它其实已经在慢慢的走在安排的章节里面了。这章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的每一步都是在已经安排好的命运的章节里面了。虽然这样讲，我觉得有点乏味，它没有这可能性。可是他有说它是一种暗示它不是一个定义，它是暗示说，你们顺着自己的心意，自己内在的意识走，舒适的、坦然的、自在的走，它就会走在一个安排，我可以把它当成是安排的一个比较好的剧本里面走去。不要太多的硬凹，不要太多的
执着，不要太多的去捕捉、抓取，照着自己意识来，不要太多的这个意念，要比较多的自在，好，不勉强，不为难他人，不为难自己，不勉强他人，不为难自己，这个概念慢慢的走，就会走到这里这3张牌走的那一个舒适的路径上。好，希望你听得懂我这边的暗示。这个的话可能难一点解释哈，因为这张牌讲的比较后面，它比较像是在诉说你们两个真的很接近之后的一个状况，但是它又很符合我前面说的哈，就是你们的遇见、你们的结合、你们的认识，其实会一直走到我刚刚说熟成那个阶段。那熟成那个阶段，这边在说，其实你们会发现，你们为什么会遇见？因为你们的心灵的治疗、治愈、安慰、陪伴，都在彼此身上。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人都在彼此身上，可是他要在比较后端才会出现啦。我觉得他这个，不是因为他在第5章所以后端没有他的整个讯号，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后端。好，我先说这2张牌哈。以灵魂的角度，你们两个灵魂的结合、灵魂认识、灵魂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们两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伙伴，人生非常好的伙伴、伴侣各方面。我们回到最简单的题材，就是可能旅游、旅行。你们可能是人生里面最好的旅伴，想要去哪里，两个人一说就通，两个人一说就有兴趣，两个人一说就能搭配。然后在旅途的途中，两个人的时间表、时间轴、时间感，什么时候要起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契合。住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非常多的问题？节奏感、感受都很接近。好，然后突然有什么新的 idea 要去哪里，有些转换或什么，有些新的挑战，两个人都能够一气呵成，能够达成最高的共识，很像1+1等于1的状况。这是你们两个灵魂结合的状况。是，其实只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度契合的一组。只是一个很特别的点。他说，时间，你们这份关系的一个发展跟进程，时间不在你们掌握中，时间没有跟着你，是你们要跟着时间走。所以我觉得这一组虽然看起来很契合，我觉得很好，各方面都很不错。可是我觉得它总有一个很奇妙的缺陷，就是你们总是在很靠近、很能够靠自己意志把彼此拉起来的时候，这边都说不对，那个决定权、决定点，那个控制时间的能量。都不在你们身上，都在旁边，都在已经设定好的篇章，都在已经设定好的时间点，都不是你们设计好的。我说的是你们感情的发展，然后你们明明有很好的显化能力，可是整个能量都叫你们说要顺着安排好的路径走，然后他却提示你说要以自在舒适的感觉，跟着这整个你感觉到的时间的洪流走就好了。不要太过的安排，不要太过。他说的不是你们的人生他说的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的发展进程、发展过程。那这个东西很难，我相信有很多人听得觉得太抽象，但我把它简化到很容易讲的生活的语言，就是这份关系不要互相追逐，不要互相拉扯，有见到面就珍惜，或是开心的对话好了。时间到了要离开了就走，就回家，各自回家，各自去。不要因为舍不得，想要再跟这个人再多讲话或什么，就去创造一个新的什么，然后我们再继续延续下去。没有那么需要，除非两个人突然达成共识，觉得可以啊，就顺着去这样。可是感觉上他要回去了，可是你又觉得舍不得，你要把他拉去，然后再去约一个地方再多聊天，可能这个就是多的。他这边就是在讲说不需要，他就是慢慢的，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很奇妙的暗示是，你们好像有一些已经好的固定的见面的安排，后面会慢慢的发生。他有一个累积的模式，会让你们慢慢的变好，这样不需要心急，他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这组
又偏离了今天的主题，跟1号牌一样。2号牌也很像是说，我们帮你找到了一个会慢慢走到会跟你表达心意的那一个人，然后这里帮你解释了这段旅程跟这个过程是长怎样。好，好，我再看一下。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你看一下这个人的内在个性哈。首先，他是一个，其实他还蛮向往成功这个概念的人，所以他有很明确的自己的生活的目标，他想达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他在工作上，在思考上，他其实有蛮多的自己的个人意见，而且都很有独创性，很特别，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不会流于俗套，他不会去跟随主流，他有很特别的思维，很有特别的品味。应该都还品味各方面都还不错，然后再来你会发现他对于他所做的事情，他想讲的东西都很有自信，好像不会很自卑，不会很别扭，好像都是他脑袋已经深思熟虑之后他才会讲出来。即便他讲出来的时候是很莽撞的冲着讲出来，可是他还是会觉得他讲的很对，很有自信。这样也不能说他自信爆棚，你会觉得他好像非常时常对自己反省加深思熟虑，然后有定义自己的作为，有框限限制，有约束自己的作为，他算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啦，所以他才从这个角度去展现出更大的自信跑出来。再来，你会发现他跟他附近的朋友相处，应该有蛮多人喜欢问他的意见的，因为他有蛮强的疗愈功能，我觉得在这张牌的暗示里面，虽然他表面上没有说，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是一个很能够倾听别人的人，因为从这边看得出来，他很要求自己嘛，他很听自己的声音，所以他其实很听得懂其他人对他的诉求要求跟其他人的疑难杂症，他也听得懂，因为很多的问题他都在对自己提问过，对自己反问过，所以他的朋友缘应该还不错。你会发现很多人很喜欢问他，可能一些烦恼，他总有答案。那就算他没有答案，他会立刻深思熟虑去从这里自己去看，或是去从别人的故事去看，他会讲。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主要是好像跟他相处就舒服了。他给人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即便他的自信各方面都感觉很澎湃、很膨胀，可是不让人看起来是不让人难受的，反而很多人更依赖这份自信，就希望他能够讲出一些很斩钉截铁的、直观的、直言不讳的意义、跟建议、跟角度。因为从这里似乎看得出来，他这种个性是不讨好任何人的，而都是直话直说。然后你会感受到他是真心关心你、真心倾听而讲出来的，而不是刻意伤害你的。所以这样子讲就合理了。因为他对自己本身可能比你们看到的要求更多他这个特质。那好，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有他在的地方好像就不无聊啊。好，这是他个性上的一些状况，我只是提示你在遇见他的时候，他有这个特色跑出来你可以大概感受一下。来，少问了恶魔，来问一下，这组我就没有要翻时间啊了，还是翻一下，先。照惯例还是看一下时间怎么说虽然我常希望你们不要那么依赖时间点啦，但是有时候还是给你们以时间来说，给你们一些方向感好，简单说就好了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会有，不对，这里说了，我刚前面说的，这张说你们就是那个可靠的伙伴将出现，这边说了那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它本身的牌意就是往那个方向说的。然后这里说，你们之间的能量正在净化中，安静的静，不是干净的净，安静的静，它正在沉淀、安静、净化中好，来2个时间点，大概你们关系会变得比较好的2个时间点记得我们时间点都是参考就好了这个我就大概讲一下时间点就好了。好，
它只有一个时间点，然后讲的是一个时间区块哈，那大概就是秋天中间，关系会变得比较好，不是你们认识哦，是关系会变得比较近、比较好的时间点。好，那2号牌就大致上这样。这2号牌的东西比较深，不知道多了很多很深的东西，这样。而且它让我觉得它有一点点乏味，因为好像你们的关系必须依赖着你们不可控的能量往前走，你们无法做出太多。那也好了，我们就自在的让整个时空把我们推着走，推到你们两个遇见，然后你们应该到那个时候会意识到那一份关心、喜爱、在意就会跑出来。好，那就先这样。2号牌的讯息就先到这。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表达心意的人哈。基于1、2号牌，我们3号牌都会讲一点点1号牌哈。基于1号牌的状况，我们都找到很前面，我们只找到了这个人的状况，可是并没有显示出他要跟你表达心意的时机点。不知道3号牌会不会有特别的状况？那没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心里有个期待，这个人靠近其实也蛮美的哈。其实这样也可以啊，不一定要那么扎实的，就是什么时间点什么的。来，那我们现在来先一样哈，从5张牌来先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分布。我从5张的动物卡来去做他整个内在性格的一个分析，然后再看看他所找到的树干分支怎么发散中。好，特别我看到这里我就已经觉得，好。我怎么跟这张牌这么有感，这么有连结？怎么这么常出现这张牌？不知道是。我等一下结束之后，我再认真去分散一下这张牌给的讯息，我再去看一下。这张牌太常出现在我的牌组里了。我先讲这张牌如果以他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很能显化自己想要东西的人。他算是在他的人生里面，他会觉得自己蛮心想事成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对于爱情的表达感觉，我觉得他还蛮直爽的，会直接就讲出来。那如果未来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两个人彼此的梦想、工作的方向各方面，你们想要显化的努力，都还蛮能够互相帮忙的，效果都还不错他会超越只是爱情的关系，他会有很多的合作关系，各种都有可能这是这张牌基本的。但跟我们今天要找的那个方向，可能我只是先另外讲，我再看他这里，等一下再往下走，会不会连接到这里有没有别的讯息？来，我们来看，先看其他的，我找一下路径，这里会不会有一些路径？这里有一点路径了那我再把它看完一下。怎么都这么后面？这2张牌说了一个路径，我大概看出来了。以他现在的位置我觉得他好像正开始某种类似新的生活的概念，在他最近的附近在展开中。那这是他的路径，可是我想知道，我这里就特别好奇你们的距离了所以我把你们的距离先翻一下，不然我这个方向不太顺。来，这里跟这里有一个新的连接。好，我大概讲一下。你们应该有在某一个3号牌的朋友，你先想一下，我要提示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参加什么社团啊？有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有没有参加什么补习班也可以运动教室也可以，反正跟你工作无关。这个我非常常讲，就是工作无关，而是在你的其他的生活、休闲生活里，有没有参加什么社团，
服务性质的、义工性质的都可以哦。然后另外一份工作，类似工作，可是它不是你主要收入来源，也可以哈、哦。但它会有一个社群概念。就是你们会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或是兴趣比较相近的人，在同一个空间相处，但不一定要认识。好，然后大家都有朝着同一个目标，比如说你到去健身房也算。某一个时间你都要去健身房，那就大家都有空洞那个目标都在那里，它也算是一种社团、一个团体的一个概念哈。虽然不认识也没有关系哈，这个是最淡的能量都可以。那如果深能量，就可能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去做一个服务的工作。如果是接近服务的工作，义工为其他人付出的这种工作是更好，它的能量更接近哈。我这边要讲的是，它在里面，它混在里面。安安静静的，似乎不存在，就在里面。它在那个里面。每当你们到了那个区域的时候，就有一份可探索的未知、可好奇的未知的能量就亮了起来。它是一盏灯，它很像是你到了空间就开了一盏灯，打到灯下面就给你一排字说，你现在可以好奇看看周遭有什么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可能未来将要跟你表达心意、对你的好感、喜欢的人，他在那个附近，里面盘旋，然后这里一直有一个新旅程、新篇章、新挑战的概念在那一个空间里面。当你没有去离开，回到自己的生活、工作这里，它就不在那一个效果，那个灯就不亮哈。目前是这样，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往那边的讯息，这样，所以这一组也是找到人了哈。所以我再想想今天的题目要不要在 YouTube 上面的 title 是不是要改一下，或是我的那个影片封面要改一下，就可能不是说谁将要跟你表达心意，而是找到跟你表达心意的人哈。那这个局缩小了，所以3号牌它可能把范围缩小了哈。如果你听到这里发现你没有那餐活，那就我只能跟你多说一点，就是可能你要去参加，因为它这里比较像是对于已经有参加的人讲的一个现在式、现在进行式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可能就你要去参加哈。那基于这个点，我们来帮你翻一下时间点哈。我看一下未来1年内你们关系跟靠近能量比较靠近的2个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做参考哦哈。通常只要我翻时间点，你都要把它当成是参考，它只是给你一个方向感啊。但它还是有在诉说那个时候的能量是比较高涨的，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来问他了嘛，所以就给你做一个参考。那给一些如果你不在这个范围里，没有去参加什么，我就跟你说那个能量会比较靠近。也许你可以找看看有没有你有兴趣的活动去参加一下，在那个时间点附近这样。也许会有意外惊喜啊，不一定是这一条线的意外惊喜哈。来，2个时间点先给你看一下。好，我先不翻第二个，我先直接讲这个。这个要到双鱼座生日的时候，好，来第2个。水瓶座生日的时候，其实这2个差不多啦。我给你比较抽象的，你自己去摸一下时间。你身边如果双鱼座、水瓶座快生日的时候，那个前后了哈，那个时候能量比较高，对你来说比较高哈。好，但是那个能量也是算属于比较水星能量不预期的的那个能量范围啦。我等一下，现在对啦，就是比较好，就是反正就那个范围里这样哦。你大概等一下，那我们回来这里哈。如果你有看，我跟你讲，他那个人就在附近，只是这里说你们还没有连接，这里说你们还不认识。好，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外在展现出来的性格各方面，我帮你看一下。你大概可以琢磨一下他的一些可能你能看到的性格的特征啊，哈。第一个可能就是他
他的个性各方面他还蛮细致精致，因为觉得他好像他所用的用品各方面都是他很认真挑选过的，他的东西可能会有一致性，同一种风格，同一种 style， 同一种品味，你会觉得他身上穿的用的，他还蛮在乎的。好，这是第一个特色。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他跟其他人互动展现的风格，有一点点小小的像小孩子一样，有点孩子气，可是不代表他是那幼稚。他喜欢用一种活泼、开朗、喜悦的方式跟别人互动。好，那再来，这个就比较难在外在看到。这里所说的是，他其实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朝气，对未来很有渴望，对未来觉得充满希望。他是这样子的人，跟他相处会觉得好像眼睛发亮哈，会觉得他好像等一下就要去郊游了，等一下就要去海边了。他有这样子的个性气质会跑出来。那再来是他有一个，这个就真的看不到了。他有一个很深沉内心的一种不错的知觉，这必须要在对话之中，你会发现说他是一个很细心的，可是还蛮搭配这里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这个也是你要认识他之后才发现说，他其实很追求自己想要的目标或什么。所以，其实，这里的特质有些真的是要认识之后才发现了。哦，我觉得讯息，他在走向一个突然间，他转换成你在东张西望的寻找他的感觉。因为这里好像有5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很明确的画面，就是在你的眼里看到了他跟别人的互动。是一个笑口常开的，至少微笑的，然后很开朗的，但不会花枝乱颤的，手舞足蹈的不会。然后他有一个很光鲜的感觉，很干净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身上外表有很多的一致性。哦，如果你对于品味美学有概念的人，你会觉得他身上的色系都是有认真搭过的。衣着的轮廓，鞋子的鞋型，他就算运动的时候，他用的水壶，他用的包包，你觉得这个是有搭过、有一致性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有在整理自己的人，好。然后你再去观察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发现别人好开心的在聆听他说什么，因为他这里他的那个内在直觉敏感度很强，他好像很容易去洞察跟听懂对方的言语中的话，还有以话中话，而去给予一个很对的反应。这样，哦，这是如果我们要从外部去观察的话，它是这样子。好，那大概讯息在这。来，我们往比较神秘主义、密契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下你们灵魂的连接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差不多讯息就先到这里。来。这组我觉得生活上、务实、现实上的讯息大概没有太多，因为这边已经讲完了，它好像还需要一些去挖掘这样。然后我等一下翻2种方式来看一下你们2个人的灵魂契合度，让你对未来有一些明确的期待。哇，这里说。这个人在你们认识之后，你会深深的感受到你被他的智慧跟他的性格所净化。他会带领你去认识、去开创一个全新的。如果以身心灵的角度的话，你会觉得你的身心灵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经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好像跟你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世界里。但是我会把它诠释成，他只是跟你所熟悉的智慧是另外一个类别的，你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就像可能天主教跟佛教的这个距离的智慧，我用宗教讲比较清晰啦，它不是一种分歧，而是他们理解善良与爱的角度不太一样，诠释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他们所拥有的故事也不太一样。虽然好像讲的方向是一样，可是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差池。这边说会，那更明确的是，你缺少的东西，它会帮你补齐。
尤其智慧与善良的部分。哈，那这里的话，它更加的明确去印证了这个。它这里是直接说，你们就是两个不同元素的人，然后，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元素是可以互补的，或是他专门来补你的，这样。所以基本上你遇到他算是你的贵人，在能量的走向来说，你需要遇到他哦，你需要遇到他。然后，可是中间我没有看到那个桥哦。我终于知道我少看到了什么，我直接翻那个东西来，因为我一直在想，中间到底少了什么哈？哦，我翻这个好了，因为没关系，我不解释那里，来，我来翻一下。巧，可能没办法翻这个，我换一个。这里我帮翻一下，你们中间是否有？因为这里只说你们在这个空间状况它的内在，可是好像没有一些比较物理上、实质上的巧，有没有什么介入的事件人会出现？好，我直接翻，我翻3张来看一下。如果以这2张来看的话，是有，而且是时机的问题，差不多会有一个不错的时机点，你们两个中间的隔阂跟那道墙就会被破解掉，好像也正在慢慢的软化下来。只要一直持续的去那个空间、去那个团体去的话，你们中间的连接各方面会慢慢的走到交汇点。这里说不用担心，是时间问题。但是回到这个方向，就是说，目前呢、不能急，因为你们目前所看的视野、所走的路径、所关心的事情，现在还不太一样，好，还不太一样，所以是没有他人做搭桥，也没有外来的事件做搭桥，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顺序，会走到那里，会慢慢的走到那里。那基于这里所说的，因为这个炼金的角度，我会觉得他有时候说的更加长远，更加的是你们两个能量的一个绝对连接。他这里都已经说你们的能量上基本上是能够互补，而是你需要他的状况，我就认为他会找到你。我认为能量更强大的人，其实会找到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的视野更明朗。通常我觉得能量比较弱的人，他的视野是比较糊的，他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窍，他需要被点一下，他需要被提起来，他需要在茫茫人海中被这样像我抓娃娃一样抓起来。那能够看到这个视野的，我都觉得是能量比较清晰、比较大的那个人。那不是他的责任，而是他的直觉知道谁在呼喊他。所以在这一组，我觉得他其实，如果我们要回到比较肤浅的形容、比较浅的形容，我觉得他会主动来跟你讲话，因为他会被你身上某种他会在意的能量所吸引拉进来，所以在这整个方向的几率来说，我觉得他主动来跟你讲话的几率会比较高，而你发觉他在哪里的这个视野能量，我觉得没有很强哈。尤其这组有一个我翻开这组的时候，有一个冰墙融化垮掉的一个状况，然后垮掉融化的状况的时候，我发现有在洒热水、有在敲破墙的那一个人不是你，而是从你的视野看到。所以在一个瞬间的画面，我会认为，在搭配这里，我觉得他会主动靠近你，创造你们对话的机会什么的机会比较强。那在这里再往回推，就表示你们现在基本上是完全的陌生人，中间没有特别的搭桥的部分。那他会创造这个跟你聊天互动的这个状况的原因，我这边其实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也许就是他感受到某种爱吧。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前面这几张牌有在暗示这件事情。一个我觉得时常保持正能量的人，其实对于某种被需要、某种恻隐之心、某种怜悯的讯号，会很敏感的。也许他现在就对你的存在感已经有多少的在意了，只是他还没有觉得要去主动做什么。这样来，我用4个，因为这里有
锁住一些讯息。我用4个翻来看一下。我就不推了，我怕数字跑掉。好，我看一下哈，等一下哈。是不是？哦，先说一个基础能量，基础能量上是有好的能量正在走向对的位置，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目前最初的几个讯号都说它有在逐步靠近，我只能说它在逐步靠近，因为它有一个很不错的新的活力能量在滋养起来，然后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我先把它姑且把它定义在往你们这边，往你们的交汇点、对话点走去。好，可是必须要在那一个范围里啦。所以，如果你有固定的参加活动，近期可能先不要离开哈，因为你们的故事线连接线还在慢慢的发展靠近中。好，来，这是第一层讯息，我看第2层讯息哈。哦。第2层讯息好，第2层讯息更好。第2层讯息说有一个不错的新篇章在后面期待着，有不错的新篇章在期待着。那新篇章后面的那个整个内容，故事篇章都还完全没有定义，没有书写哈。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我们翻炼金牌，他会说，其实有一些是神的安排，有一些命运的篇章其实已经安排好，你们顺着走就好了。很像今天的2号牌，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听2号牌，跟这组完全不一样。这组的篇章是说，接下来的篇章是完全没写、没书写的，呈现一个开放的状态哦。所以其实他们能量上也在期待可能性，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在翻的，要好奇下去。好，一开始我们就说要好奇下去，这样。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讯息，就结束今天的。来，我再看，因为最后讯息比较难组合哈。哦，好，好，最后一个讯息说，把它简化成是后市看涨，后市看涨，慢慢变好。应该说，在我们翻的数字里面，最后一个讯息是所有的数字里面能量最好的、最高级的，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后面会很好，不是现在，就慢慢要变最好。好，它慢慢走到最好的位置。所以从整个趋势来说，就是反正不要急，应该会有一些不错的、好的能量进来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会靠近，会有对话的那个空间，会走到你们交集点，就这样。这组牌就这样。好，所以也不算距离远啦，已经慢慢的靠近，在走向交集点，好吧？好，那3号牌就这样哈，至少是一个还不错的结果。那只是各方面我们要再期待一下哈。好，那就这样。时间点的话就不翻了，时间点是给另外一个这个只要参考就好了，好吧？那3号牌该我的资讯，今天这里就先都给了哈。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谢谢来听到，祝福你们。